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阿浪。独孤九剑是金庸小说10大武功绝学之一，是剑魔独孤求败创立的，以无招胜有招，并且遇强则强。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就是依靠独孤九剑，屡次在与武林高手对战中脱离险境，甚至击败了对方。可以说是使得令狐冲能成为一流高手的核心剑法。而至于独孤九剑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原著中没有提示，所以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杨过根据所学到的而创立的，还有人说是掉山谷里捡的，更有人说是风清扬自创的。本期阿浪就跟大家探讨一下独孤九剑的前世今生，以及他是否真的是杨过所编并流传后世的呢？要说独孤九剑，首先要提的人就是他的创造者剑魔独孤求败。金庸小说里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神话级高手，小说里对他的描述总共只有数百字，更是没有他直接使用独孤九剑的相关描述，而是通过风清扬和令狐冲的故事中体现出独孤九剑的精妙。但就是这短短数百字的描述，就已经把独孤求败那种天外高客、孤独天才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顺便还留给了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神雕里杨过误入深谷，意外发现独孤求败传承之时，看到洞里嵌在石壁上疑似用利器写就了3行字：纵横江湖30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抗手，无可奈何，唯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成寂寥难堪也。这就是剑魔独孤求败对自己一生的全部概括了。短短几行字透露给我们读者3个信息：一，此人绝对是个前辈高人，武力超群那种；二，此人曾在江湖上富有盛名；三，此人是个孤高清傲之人。此时读者心中独孤求败的形象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是独孤求败到底有多强呢？还是没有概念。后来杨过发现了剑冢，看到其中埋藏的3把剑和一块石片，才了解到独孤求败最高深的武剑境界。这才发现原来独孤求败的境界已经到了无剑胜有剑的地步了。当剑法高出天外的时候，难怪一生未有敌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金庸先生虽然对独孤求败描绘的笔墨不多，但是可见其用心所以关于独孤求败的武剑境界，其中不仅暗含独孤求败的人生轨迹，也侧面警醒我们当代人一些道理。第一重，利剑无益境界，说独孤弱冠前于和硕群雄争锋时，就处在这样一个境界，借助利剑的锋利，再把招式发挥到极致，凌厉刚猛，无坚不摧，招式简单直接精准。笑傲江湖中独孤九剑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境界，以超前的意识看破对手的破绽，以极快速的出手让对手没有反应时间，从而击败对手，即追求的是技巧的极致。所以为什么令狐冲后来就算没有内力，独孤九剑依然可以发挥出不俗的威力？不过这样需要极佳的意识和极快的速度。原著里风清扬就曾经笑言，令狐冲离上乘剑法还差得远呢，照此练10-20年才可能与一流高手一争高下，到时候就能多赢少输了。这时候的独孤求败年少肆意轻狂，就像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还未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广阔，以为手里有了神兵利器就能纵横天下，殊不知仅仅也只能偏于一隅，与和硕群雄争锋而已。第二重，软剑无常境界，紫薇软剑是独孤求败30岁之前使用的武器，之所以在20岁之后改用了软剑，便是看中了软剑之轻便柔韧，纵使有时一击不中，只要反手迅速一抖，或者内劲即刻一催，软剑便可如长鞭灵蛇一般立即追击敌人，让本来已经被独孤九剑猛攻弱点的对手愈加防不胜防。然而所谓一寸长一寸险，软剑虽然有其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控制起来也极为的困难。对战之中需要通过善变无常的奇诡路数来连续的攻击对手，即追求变化之极致。也因为对控制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使用之中难免会出错。原著中描述独孤求败之所以丢弃紫薇软剑不用的原因是误伤义士不祥，悔恨不已，乃弃之深谷。这对于盛年的独孤求败来说，难免引为一生的憾事。弃剑也是合情合理。对于当代人来说，30岁正是闯荡事业的时候，
青春热血，犯下错误也是难免。而这里金庸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是，人年轻的时候总会犯错，即使是独孤求败这样的高手也不例外。当我们年老体弱的时候再回首，依旧羞愧难当，唯有弃之深谷，以期引以为戒。第三重，重剑无锋境界。重剑时期的独孤求败相较前2个境界应该属于一个质的飞跃。很多人认为独孤九剑的创立就在独孤求败达到重剑境界之前，因为重剑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子。这个时期独孤求败的内力开始大幅凌驾于对手之上了，所以他铸了把无锋的重剑。所谓的重剑剑术就是以最简单、最直接、最刚猛、最强悍的方式正面来击败对手，力的极致。杨过当时在练玄铁重剑的时候就察觉出，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招，对方越难抗御。比如挺剑、直刺，只要劲力强猛，威力是远胜于玉女剑法等变幻奇妙的剑招，任你千变万变，我一力破10会。显然这个阶段独孤求败已经在单纯用实力碾压对手，可能这也是他逐渐感受到高手寂寞的原因吧。我拿个铁片，啥技巧不用都没人搞得过，要之前那么多技巧干嘛呢？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此时的独孤求败横行天下，无人可比，春风得意之际，想必也开始回首前尘，总结半生了吧。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所谓的高手不过就这么回事，天下无敌却又如何呢？因此他收起了以前的狂放，慢慢的变得注重起个人的修为来了。重剑便是这个时期独孤求败心境的最佳解读，也是金庸对于不惑之年的最佳解读，举重若轻，沉稳老成。第4重，木剑无愁境界。木剑时期的独孤求败其实已经开始慢慢领悟什么是真正的不至于物了。这个时期他的追寻显然已经从单纯的胜负变成了一个超越自己的过程。他在研究怎么以弱胜强。木剑对比常规武器，不管在锋利程度还是坚韧程度都没有任何的可比性。这时候对敌就需要充分的考虑到如何扬长避短。阿浪甚至觉得独孤求败当年对敌的时候，可能还在一边考虑着怎么在木剑不被折断的情况下一招制胜。这里其实牵扯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了，人过了不惑之年，逐渐步入老年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坚守奋斗，还是退居二线，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在家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呢？阿浪觉得人生3个阶段，与天斗，与人斗，与己斗。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到了与己斗的阶段了。这里的与己斗指的是不必给自己设限，什么到什么年纪做什么年纪的事儿都是狗屁，没有什么事儿是规定一定要某个年龄的人才能做的。就像独孤求败，过了40岁的他开始使用木剑，一方面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当时江湖的顶峰，没有对手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还在寻求突破自己。到达巅峰之后就没有追求了吗？可以有多看看新闻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那种70、80岁满世界旅游，各种极地冰川险山高峰都要走一遭的，那种身材保养比年轻人还好，精力比年轻人旺盛的，那种干活比年轻人快准狠的，比比皆是。那么独孤求败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追求的呢？阿浪觉得是在意识到自己已可无剑胜有剑的时候，即第5重无剑无招境界。此时独孤求败依然无敌于天下，可以说已经感受到了独居顶峰的那种寂寞了。当人已经完成了一生的夙愿，达成了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其实人生已经基本到了尽头。这个时候这把年纪，人还有什么追求呢？还有什么欲念呢？没了，也不应该有了。如果到了此时还有欲求，必为贪欲妄求。所以他离群而独居深谷，终身与雕相伴为友。独孤求败埋剑葬剑，便是知道了自己剑的生命已经到了终点。知天命之年，就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归位了。但这个时候依然不可放弃超越自己。就像独孤求败一生追求极致的剑道，其实早在不惑之年就已经天下无敌了，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寻求突破。有人问，金庸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呢？其实金庸先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与己斗，其乐无穷呢？这是金庸的人生哲学，亦是独孤求败的剑道。说到这里相信整个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了。独孤求败早年追求剑术的技巧和速度，剑术大成后创造了独孤九剑，并留下了传承，推测应该不在杨过进入的深谷内，而在其他的地方。
后来被风清扬或其先辈得到，直至传承给令狐冲。至于杨过，应该没有得到独孤九剑的传承，因为独孤求败40岁之后才幽居深谷，此时的他早已超越单纯剑术的境界了。所以杨过深潭练剑16年，学会的是重剑境界，跟前2个追求术之极致的境界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统观独孤九剑就能发现，其中记载的其实也是类似理念的东西。独孤九剑的9式总诀是破剑式、破刀式、破枪式、破鞭式、破锁式、破掌式、破剑式、破器式，分别是根据不同兵器而衍生的克制之法。也就是说教你怎么应付不同兵器的。这一点再次佐证了独孤求败创立独孤九剑是在进入重剑境界之前的，因为如果在那之后，那肯定留的就是跟杨过得到的传承差不多的那种偏重内力而不是招式的了。至于说风清扬自创独孤九剑的，阿浪不予置评，这类读者再去翻翻原著就知道了。如果要研究独孤求败，我们就要先从连载版开始研究。连载版代表了金庸原本的想法和构思，3连版和新修版只是情节架构上进行了修饰而已。首先便是紫薇软剑误伤的意识到底是谁？3连版和新修版只有一句：紫薇软剑30岁前所用，误伤意识不详，乃弃之深谷。从这句话中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因为误伤意识，独孤求败心中有愧，他认为紫薇软剑是把不祥之剑，所以把它丢进了深谷，以此江湖再无紫薇传说。这段的描述完全树立了个顶天立地、敢作胆当又满怀正义的一个形象。但这句话其实是金庸老爷子玩的一个梗，一个脱胎于连载版的梗。在旧版中，杨过看到蛇雕相争，因母亲秦南琴丧于毒蛇之口，生平恨蛇入骨，决定帮助雕。杨过用君子剑连斩3剑，剑身却出了3个口子，同时发现蛇受伤，在搏斗中再斩1剑后，甚至连君子剑也变成了2截。随后杀掉蛇，从蛇腹中取出了软剑。之后杨过还用这把软剑和武三通交过手，武三通畏惧此剑威力，输给了杨过。这把剑就是独孤求败误伤意识不详弃之山谷，而后被毒蛇吞入腹中的紫薇软剑。杨过还自言，如世上无此利器，自己虽在病中，焉能让郭芙斩断手臂。那把剑被毒蛇吞进肚子里，最后郭芙也是用紫薇软剑砍掉杨过右臂，甚至砍断了杨过用来抵挡的淑女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喻，因为这柄紫薇软剑同时砍断了代表了杨过和小龙女的君子剑和淑女剑，也砍断了杨过的右臂，而这也是3连版金庸所写误伤意识不详的来源，所以这句描述完全可以去掉。那么我们接着看旧版剩下的描述。金庸在连载版中，杨过第一次进山谷看到独孤求败的字是这样描写的：然现出3行字来，字迹笔画甚细，入时极深，显示用极锋利的兵刃划成，看来多半是这紫薇剑所为了。看那3行字道：纵横江湖30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扛手，乃隐居深谷，以紫薇为基，神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成寂寥难堪也。下面落款是剑魔独孤求败。我们可以看出，独孤求败当年对紫薇软剑是很有感情的，但紫薇软剑代表的却是邪性，因为杨过让这柄剑重见天日，但这柄剑却恩将仇报，砍断了君子剑、淑女剑和杨过的右臂。我们完全可以看作紫薇软剑其实是恩将仇报、不祥之蛇的化身，这点金庸也曾说过此剑不祥。但在旧版独孤求败的描述中却是紫薇软剑为妻，所以到了这里，独孤求败的性格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他对剑的着迷到了邪性，甚至说魔性的程度。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对错，没有高低，有的只是剑道的巅峰。在他眼里，阻拦在他面前的剑道高手们可能就是一块块石头，拦路了就劈开砸碎，弄不碎就搬开，谁也无法阻挡他站上剑道的绝巅。所以他自号剑魔。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他杀尽仇寇，败尽英雄，不也说明他对敌人厉害，对英雄却又有着惺惺相惜的感情吗？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独孤求败的身份问题。金庸在散文有提到独孤求败是鲜卑人，原文还有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我们小说中写过一个叫做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字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我们有句话叫做彼之英雄，我之仇寇。对于鲜卑族来说，他们的仇寇只有中原人，这是亡国灭种之恨。所以这个时候的独孤求败，不是说是杀进中原武林，败尽少数英雄，最后以一把邪性的紫薇软剑为妻，隐居深谷，自号剑魔。在联系之前的性格描述，我们不难发现，金庸原本的意思就是缔造出一个剑痴入魔的形象，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杨过用剑魔的无情剑做一个有情人。但有时候真架不住读者喜欢，当这个剑魔形象开始被人崇拜的时候，金庸就选择删掉了这一部分，彻底坐实独孤求败剑客的形象，让他更加饱满，更加正义。毕竟邪恶会引起一时的愤怒，正义才会被历史铭记。于是就删除了以紫薇为妻，也删除了紫薇软剑砍断杨过胳膊的一幕，只留下了一个有赤子之心的剑客。有人这样评价他：最快乐的寂寞是孤独，最寂寞的快乐是无敌。独孤求败，一个注定寂寞并快乐的名字，不足百字描摹，天外高客独孤天才的形象活脱如画。为独孤求败立传，文字愈少，留白愈多，愈让读者神思迟荡，不能自已。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成绩料难堪也，此何等大境界？当世有几人能当之？金庸的小说数几尽之，挺剑树苍穹，枯树盘根老。来到山穷处，回身再一朝。清因俗世流，纷争何时休？谁能破名利？太虚甚遨游。独孤求败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一旦出现，也就落了俗套，而且自身那种超然的魅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历史传说中侠客类型不同，但真正的侠客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进取、刚毅和不羁。1000个读者便有1000个哈姆雷特。关于独孤求败的印象，每个人都不一样，阿浪也就不多赘述了。独孤求败的开始是蛇雕相争，杨过出手。我们读者看来，这场战斗只是为了给杨过送奇遇，但其实在神雕中，蛇雕相争还有着另外一层的意思。旧版射雕神雕作品里有一条暗线，使用飞禽与走兽这2类动物代指人物，以动物的相克相杀暗喻江湖恩怨情仇循环，因果报应不爽。作品中大量暗示杨过是雕，不能飞的禽；小龙女是蛇，没有足的兽。旧版射雕，杨过是秦家最后的血脉。秦老汉2个儿子1个儿媳先后因蛇而死，老汉后以捕蛇为生，孙女秦南秦陷于蛇篓失身，又以毒蛇复仇，虽未成功，但杨康终死于毒蛇。他生下仇人的儿子，余生凄苦，与血鸟为伴，血鸟暗指秦，自己亦死于毒蛇。在旧版射雕，开场以血鸟与李莫愁一场相斗引出杨过，暗示杨过这一世的身份是禽。杨过婴儿时便能捏死毒蛇，自幼养蛇驱蛇，自称禽蛇耳。禽蛇是与射雕对应，他认代表蛇的吸毒为父，又拜蛇为师。民间称小龙即是蛇，与小龙女相爱，尝尽苦难，与他人不容。后铸雕杀蟒，食用诸果。残蛇取紫薇软剑，亦残于蛇中，取得紫薇软剑。与雕为友，走遍天涯海角，16年寻觅小龙女而不遇。冥冥中跳下断肠崖，深入水中，方与小龙女重逢。小龙女这一世的身份则是蛇，能养风驱风，其余蛇穴，古木即是蛇穴。这里不止一蛇，赤练仙子也是暗指蛇。她的出身未做明示，书中对她的容貌、气质、武功、兵刃，甚至睡于绳上的生活方式的描写，无不暗示她蛇的身份。遇杨过后与杨过相爱，几经生死而不弃，后为劝杨过求生，自己不惜求死，投入崖中寒潭，预示着蛇往低处走，驱风觅禽，最终心愿得偿，与杨过重逢。如果杨过最终选择了救蛇，
就代表他彻底选择了个人恩怨情仇，放弃了民族大义，也就一定会选择向郭靖一家复仇。在旧版中，杨过因为情难情，死于毒蛇而选择帮助雕，不可谓不是宿命。杨过必然会选择隐喻正义的雕，以及勤能补拙、大巧不工的玄铁重剑。但是新版射雕神雕删去秦家相关情节，个别动物做了调整，把杨过的身份指向雕，同时删去了原版中过多的蛇情节，重新把小龙女身份的线索指回一处。射雕英雄传主要写国恨、英雄大义，蛇与雕前世孽缘深重。神雕侠侣主要写家仇、儿女情长，蛇与雕今世以情缘化解，终成眷侣。有趣的是，若杨过未展翅，神雕可飞行。异性向高处去寻，小龙女这条蛇最终怕是找不着的。能与独孤九剑比肩的敌手是谁？但是贯通金庸一生所有著作，阿浪个人始终觉得金庸笔下最强的2个主角就是狗哥石破天和玉女剑阿青。当然，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肯定也会导致认知的不同。这2位顶级高手的形成原因不同。石破天是大字不识一个，典型的憨包，可是他的运气却是让段誉和张无忌都羡慕的。在摩天崖，他意外得到大悲老人留下的几个泥偶，就按照泥偶上面的线路修炼内功。但是摩天居士谢延克对其不怀好意，故意引导他走火入魔。果然，石破天在修炼一段时间后，内息就进入岔道。此时长乐帮被海时妙手相救，石破天在昏迷之时，再被一个长老一脚踢在他膻中穴上，这就误打误撞让石破天功力实现阴阳相济，功力一下子无比强劲。紧接着他又意外捏碎泥偶，里面竟然还有一套高深的心法，石破天又将这套心法稀里糊涂修炼成功。可以说，此时的石破天功力在中原武林已经无人能及，即便是侠客岛龙木二岛主，功力也不见得胜过石破天。而此时只是石破天的起步阶段，石破天和袁承志差不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出现在江湖上之时已然无人能及。石破天的功力可以秒杀张三李四，只是他在武功招式方面还多有不足。后来到了侠客岛，又将侠客岛武学融会贯通，解开太玄经之谜，在此基础上，他所有的武功彻底融会贯通，他也真正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石破天是典型的运气爆棚选手，他的每一项武功都是别人不可能修炼成功的，但是他都完成，最终他的武功才远超当时的所有高手。而且他对当世顶级高手都是降维打击，即便是龙木二岛主在与他过招之时也难以招架，进而被生生累死。像石破天这般靠运气成为顶级高手的人也是不少，正如段誉、虚竹有坦之都是开挂，杨过、张无忌所得秘籍无数，但是他们都不见得能够达到石破天的高度。而另外一些顶级高手的出现却依靠过人的天赋，其中典型的就是阿青、萧峰、独孤求败以及张三丰。阿青又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位，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而且她的师傅竟然是一只白猿。阿青的武学天赋爆表，她只是模仿一个白猿使剑，竟然学到绝世无双的剑法。而她的剑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快得匪夷所思，即便是东方不败速度惊人，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阿青是春秋吴越争霸时期的人物，他的剑法堪称上古剑法之典范，在招式方面相对简单，基本上没有太过复杂的招式，但是他的剑法却是凌厉至极，因为速度太快，以至于在迅雷不及掩耳之时就将对手击败。阿青最巅峰一战就是只用一根小小竹棍秒杀2000越国士兵，而且他还是手下留情，只是挑落所有士兵的武器。几千士兵看似阵容庞大，但是在他眼里完全如同木桩，因为他出招极快，士兵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打落兵器。在3连版《越女剑》记载到，末地里宫门外响起了一阵吆喝声，跟着锵啷啷锵啷啷响声不绝，那是兵刃落地之声。这声音从宫门外直响进来，便如一条极长的长蛇飞快地游来。长廊上也响起了兵刃落地的声音，1000名甲士和1000名剑士阻挡不了阿青。阿青是一个极为单纯的女子，只是她在武学上的天赋也是天生的，在没有任何武学基础就模仿白猿舞剑就能领悟到上乘剑术，这要比令狐冲得到风清扬指点才开窍要强100倍。可以说，此时的阿青的剑法将速度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可能他的剑招之中并没有太过复杂多变的招式，只是单纯的速度过快，让人完全看不到他出招，更无从招架。
记得 NBA 最出色球星之一阿伦·艾弗森就是以速度取胜。他个子矮，但是得分如探囊取物。全联盟都知道艾弗森是从右边过人，但是任何防守大师都防不住，依旧被艾弗森一次次穿过。这就是他速度的优势，让人防无可防。后来受到伤病的困扰，艾弗森的速度优势荡然无存，这也使得他的威慑力明显下降。直到黯然退役，阿青剑法太过高明，所以范蠡想让他传授剑法给越国士兵，可是传授了10天，竟然没人学到他的一招半式，因为他的剑招太快，无人能看得清。最终他们根据阿青剑招的影子学到一点皮毛，竟然也能大胜吴国士兵。只是很遗憾，阿青的绝世剑法却未能传承于后世，即便是后世韩小莹所学的越女剑法，也与阿青的剑法差了10万8千里。一套绝世武功传承下来总是相当困难，因为在传承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突发和意外，这必然导致绝学的失传。第一方面，绝世武功大都是一脉单传，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譬如修炼这门武功之人遭遇横祸，若未曾留下秘籍，那么这门武功就面临失传。像丐帮2大绝技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都是传给帮主，其实在萧峰自尽之时，降龙十八掌就面临着失传，只是在射雕3部曲中依旧有降龙十八掌。于是金庸特意让萧峰在临死之前将这套掌法传给虚竹，以此继续传承。第二方面，顶级武学的传承也得看人的天赋，没有天赋去修炼顶级武学，只能让武功威力大打折扣。打狗棒法在洪七公手中可以与欧阳锋发展几百回合，可是传到鲁有脚手中却连霍斗也对付不了。降龙十八掌在郭靖手里能威震天下，到了石火龙这一代却胜不过成昆，武功不曾变化。可是不同的人修炼起来威力真有天差地别。风清扬若非遇到令狐冲这个好苗子，估计独孤九剑也会随着他老去而永远消失于江湖。而令狐冲继承了独孤九剑，最终也只能看着这套剑法失传，因为他很难遇到那种天赋极高的剑客。当然，令狐冲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方式让自己的剑法传承下去，就是他将自己的剑法改良，让复杂的剑法简单化，这样资质平庸的后辈也能学到一点皮毛，但是剑法的威力却也随之大打折扣。阿青算得上顶级剑客，他的剑法也可以说是越女剑的起源，但也正是他的剑法太过耀眼，使得这种无敌的剑法很难传承于后世。而后世流传下来的越女剑法也只是他剑法中的皮毛，也是最浅显最易学的部分。换而言之，就是阿青剑法中精髓部分注定是失传的。到了宋朝时期，江南七怪中的韩小莹所学也是越女剑法，但是她的剑法也只能是三流剑法，根本上不了台面。当然，韩小莹自身资质也一般般，她也不可能领悟到高深剑法，即便她学到高深剑法，估计也只会像鲁有脚学打狗棒法一样，威力很有限。所以说，阿青的剑法无敌于天下，但是传承于后世却只剩下皮毛。韩小莹所学的剑法只能算是阿青剑法中皮毛中的皮毛，影响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时候，阿浪就有一个问题了：金庸有谁的剑法能胜过独孤九剑吗？笑傲江湖中也有很多的顶级剑法。笑傲江湖中五岳剑派都是以使剑为主，在笑傲江湖中有2套顶级剑法不得不提，一套是岳不群和林平之等人所学的辟邪剑法。辟邪剑法总共有72路，这其实没有辟邪剑法快如闪电，剑招迅捷无伦，杀伤力可谓极其强大。辟邪剑法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依然败给了另外一门顶级剑法，那便是风清扬和令狐冲所施的独孤九剑。独孤九剑讲究无招胜有招，独孤九剑专门就是用来破普天下所有的招式的，无论是剑法还是刀法、鞭法、掌法或者其他的招式，独孤九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给破掉。因为绝大多数武功只要有招式，那便有破绽，就连武当派的太极剑法，在遇到独孤九剑的时候，也顶多只能与他五五开。在笑傲江湖中，武当派的冲虚道长就曾经用太极剑法与令狐冲的独孤九剑有过一场对决，结果冲虚道长最后是没能胜过令狐冲的独孤九剑。说到这里，问题来了，这独孤九剑如此之牛，独孤九剑这套剑法如此的厉害，那么在金庸笔下有没有一套剑法能够把独孤九剑给破掉呢？以下选自一网友的观点，他是这样说的：不得不说，独孤九剑确实是非常牛的。独孤九剑虽然很牛，但是依然有一套剑法可以破掉它。这套剑法是什么剑法呢？这套剑法其实就玉女素心剑法。为什么说玉女素心剑法能够破独孤九剑呢？
因为这套剑法是由全真剑法和玉女剑法组合而成，两套剑法一同使用，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一攻一守，可以说是毫无破绽。这套剑法最初是由林朝英所创，原本这套剑法需要2个人一同使用，但是2个人同时使用的话，需要2人心意相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因此，如果2人使用玉女素心剑法来与独孤九剑一战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被独孤九剑所破的。因为当2人心意不相同的时候，岂不就是有破绽了吗？但是玉女素心剑法由1个人来使用的话，那么上述问题就不存在了。在金庸笔下，能1个人使用玉女素心剑法的仅有1人，那便是小龙女。小龙女之所以能够一人独使玉女素心剑法，是因为她曾跟随周伯通一起学会了双手互搏之术。如此一来，她便可以一只手使用全真剑法，一只手使用玉女剑法，1个人就能驱动威力强大无比的玉女素心剑法了。1个人使用出来的玉女素心剑法不仅威力强大无比，而且还没有破绽。所以说啊，如果小龙女用双手互搏之术驱动玉女素心剑法与独孤九剑一战的话，独孤九剑是拿玉女素心剑法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因为1个人使用出来的玉女素心剑法一点破绽也没有，独孤九剑根本没法破。而玉女素心剑法的杀伤力又非常的大，就威力来讲，独孤九剑是不及玉女素心剑法的。所以如果2边一直打下去的话，独孤九剑迟早会败给玉女素心剑法。照他这样说来，双手互搏加全真剑法加玉女素心剑法确实看似无敌，但阿浪还是认为这样觉得赢不了独孤九剑，因为他们却始终无法脱离有招的境界，而独孤九剑就是破万法，所以阿浪认为赢不了。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这么看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阿浪，专注武侠解读。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还请留下你的足迹，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